韩立没有多想，反手一扔，石块就扔向了背后的竹筒。竹筒灵光闪动之后，一块白匣飞射而出，将那块古怪的石头卷进了桶内。而韩立刚才在拿到石块的瞬间，也从断裂处的痕迹看出来，石碑毁坏并没有多长时间。看来石碑应该原来是镇压阵眼的要紧之物，所以才在法阵出事的同时也被毁掉了。就此一点，这石碑材料绝对不可能是普通之物。想到这里，韩立也没有客气，一片轻匣扫过，其余石碑残片都被收进了储物袋中，并十指连弹，十几道青色剑气激射而出，狠狠地击在了石碑根基上，想将这些材料击碎了带走。一连串的响声传出，大出韩立意外。青光一闪之后，剑气都无声无息地没入了石碑根基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竟毫无效果。这还真是有些奇怪。韩立吃了一惊，犹豫了一下，就不再理会剩余的这些材料，而是方向一偏，又是数道剑气射出。虽然剩余的辟邪神雷还足以支撑好长一段时间，但韩立也不敢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久待，准备开始布下阵盘。连串的闷响传来，在石碑旁边一个丈许深大坑出现在那里。韩立不动声色一翻手掌，白光闪过，那件精致异常的阵盘就出现在手中。韩立毫不犹豫的一抖手，阵盘瞬间化为了一团白光，飞入了深坑中。两手一掐法诀，顿时坑中的阵盘灵光闪动不已。韩立脸色凝重地盯着阵盘，眼都不眨一下。片刻后，阵盘发出了一阵清明之音，随后一道胳膊粗细的乳白色光柱蓦然从阵盘上冲天而起，瞬间消失在高空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心中为之一安，既然阵盘一切都正常，这说明找对了地方，埋在此地没有问题的。想到这里，韩立神色一松，大袖一拂，一股清蒙蒙的劲风随之涌出。狂风过后，四周碎石都被重新扫进了大坑中。一道法诀打出，原本有些凸骨的碎石堆，在韩立低沉的咒语声中发出了淡淡的白光，然后众碎石开始在法力作用下融化凝聚为了一体。片刻后，大坑表面就变得平整光滑异常，仿佛从来都没有什么大坑一样。围着原来大坑所在的位置走了几圈，看到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异样，韩立点了点头，露出了满意之色，向外随手几道法诀甩出，正好击在了附近徘徊的那几只金色电蟒。几声爆裂声传出，金蟒化为了点点金星，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本被隔离在远处的魔气顿时翻滚的再次簇拥而上。韩立沉吟了一下，当即光照上金湖一闪，人就腾空而起，飞向海面。但就在此时，神识中却传来了大眼神君的声音：“小子，且慢！前辈有什么指教？这里既然是阵眼所在，应该是魔气最浓密之处，而这些魔气从上古时期就一直镇压至今，说不定在此地有可能形成了几块魔髓钻也说不定的。这种东西据上古典籍上记载，可是炼制一种魔道至宝的唯一材料。你到这平台里面和附近的地下看看，看看能否真找到此物。”韩立一怔，身形一顿，没有马上离开平台。魔髓钻。韩立脸上升起了一丝异色，但想了想，没有迟疑，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，一件黄蒙蒙的狼首玉如意出现在手中。这是当初银月寄身的古宝，虽然气灵不见了，但仍然可以施展出简单化的土遁术，只是无法像银月那么使用的出神入化。口中一声低鸣，韩立身上光照蓦然大了许倍，接着一道白光从袖中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落在身前，正是银月所画的白色小壶。时间太紧，我们分头去找那东西。韩立飞快地说完，一团淡金色电球在雷鸣声中浮现在手心处，毫不迟疑反手一抛，轰的一声响，电球化作一张电网附在了白狐的身上。记住，这神雷可以持续时间不长，一有减弱的迹象就马上返回地面，我会早些回去的。是的，主人。
不过那魔髓钻到底生的是何模样，小婢可不认识。魔髓钻是漆黑如墨、仿若晶石的东西，体内蕴含的魔气惊人，很好辨认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好办了，那小婢就先过去了。白狐点了点头，身上银光一闪，就钻入了石台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自己也没闲着，手中玉如意一挥，光照上又多出了一层淡淡的黄芒。一闪之下，连人带护照同样陷入了平台之下，无声无息。偌大的平台一时间空无一人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四周寂静异常，平台上彻底成为了魔气的天下。一团团漆黑的魔气伸手不见五指，犹如幽冥地狱一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一声霹雳声响起，紧接着金光一闪，韩立在光照中浮现在平台之上。四下望了一下，没有看见银月的踪影。韩立一愣之后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心，但他忽然抬起一只紧握的拳头，松开了五指，手心处多出了一枚乌黑剔透的晶石，只有拇指大小，显得小巧玲珑。嘿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里真的形成了魔髓钻。你的机缘还真是不错呀，这可是上古魔道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在那时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宝物。是吗？这东西真有如此珍贵？韩立托起这枚金钻放在眼前，双目眯了起来。他现在才有功夫观察一下此物，金钻丝毫光芒都没有发出，反而黝黑的给人一种要将人魂魄吸入其内的幽异感觉。韩立心中一凛，不敢多看，急忙收回目光。就在这时，脚下的石台上银色光芒一闪，白狐带着微弱的金芒蓦然从石台上飞射而出，一下投入到了韩立的光照之中。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打算亲自召唤你了。原以为你会比我早一步回来，难道也有收获？韩立冲着小狐一招手，顿时一片青霞托起小狐，亲自送到了韩立面前。白狐也不说话，张口吐出了3颗黝黑晶莹的东西，不是魔髓钻还是何物？好啊，做得不错。韩立有些意外，随后脸露惊喜。白狐则非常拟人的微笑一下，蓦然钻进了袍袖之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将这3枚金钻和自己的那一枚放在一起，从储物袋取出了一个玉盒来，将4枚魔髓钻并排放好。这次必须走了。韩立淡淡说完，随后光照往外电弧一震，随即轰鸣声大起，韩立盯着护照缓缓向空中飞去。下来时韩立的速度很慢，上去时同样也快不到哪儿去，足足向上飞行了1刻钟，韩立才终于再次看见了白蒙蒙的光幕，根本就没有用到那几件魏无涯提供的退魔之宝。转眼间韩立穿过光幕，终于摆脱了魔气，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的光幕，韩立将辟邪神雷一收，金狐立刻散掉的一干二净。但他没有马上向空中飞去，反而是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光幕，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，一件东西出现在了手中，是一杆残缺不全的碧绿小幡。咦，这不是当日的阴罗幡吗？银月一声诧异的轻疑，有些吃惊。此番依附的魔头阴鬼虽然被消灭得一干二净，但本身却并没有毁坏多严重，仍是一件难得的魔道法宝。我曾经试过，它可以吸纳鬼气自行修复，而先前合欢老魔给的魔气倒是提醒了我，魔气和鬼气都是天地至阴之气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相通的。这里有如此多精纯魔气，正好试试看能否修复此番，就算不行也是无所谓的事情。韩立淡淡的解释完，随后手上青光大冒，一层青蒙蒙的灵光将小幡瞬间包裹，然后化为一道青芒射入了下面的魔气之中。小幡外面包裹的灵光瞬间被魔气吞噬得一干二净，残破的阴罗幡就此显露出来真容，被众多魔气一拥而上，团团包在了中间。看到这时，韩立两手掐诀，再冲着远处的碧绿小幡一指点，原本死气沉沉的阴罗幡绿光大放，接着在韩立法诀一催之下，此幡体型狂胀了起来，
转眼间化为长约丈许的巨大绿帆，只是帆面上破破烂烂，实在有些惨不忍睹的样子。这些可都是当日一战中被大更剑阵的威能所毁。韩立搜查过那位被击毙的阴罗宗长老神识，自然知道如何催动此帆，而这等类似阴罗宗代代相传的宝物，自然不可能是有什么滴血认主，所以虽然此番属于法宝之列，却是那种无法加以认主的强力法宝，基本上到了谁手中炼化一下就可。此刻韩立咒语声中，帆面上浮现出了一个径直尺许的大洞，里面阴风阵阵。这一下，四周早已挤得密密麻麻的魔气瞬间找到了宣泄口，全往那浮现的空洞中狂涌而去，源源不绝。韩立见到此幕大喜，此番果然可以吸纳魔气。结果阴罗帆吸入大股魔气后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修复着帆面，没有多久，整个帆旗重新焕然一新，只是此帆由原来的碧绿变成了半绿半黑的古怪颜色。韩立目光闪动，看着此帆吞噬着四周的魔气，心中有些意外。原本以为一旦修复后，此帆就会立即停止吞噬，可没想到这阴罗帆像是无底洞一般，一刻不停。不过他已发现帆面上的绿色开始渐渐稀少，黑芒刺目耀眼。看到此番，韩立脸上露出一丝踌躇，但还是在原地只是远远的注视，一动不动。结果不知过了多久，在吞噬了数之不尽的魔气后，阴罗帆终于发出了一阵嗡鸣声，上面的孔洞骤然间消失，恢复了平静。而这时的阴罗帆通体乌黑发亮，刺目的黑芒犹若实质一般。这时韩立毫不犹豫地冲此帆一指点，顿时他在黑光中急剧缩小，重新化为一道黑芒从魔气中激射而出，落在了韩立的一只手掌上。仔细打量了一遍手上巴掌大的东西，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把它收了起来。等以后再找机会试试它的威力。因为耽搁的时间已经很久，韩立不敢再怠慢下去，当即喷出数十口飞剑，破开头顶的灵气，向空中飞升而去。当韩立化为一道青红，从大漩涡中飞升而出时，魏无涯等人看起来还镇定平静，但是偶尔露出的目光隐隐含着焦虑之色，生怕韩立出了什么意外，并没有布置好阵盘。结果一见青红飞出，三人不由大松了一口气，均知道多半是成功了。韩道友，怎么样？此行还算顺利吗？幸不辱命，已经布置好了。好，让魏某试上一试。魏无涯单手往袋子上一扶，另一块大致相同的阵盘出现在了手掌之上。魏无涯一只手托着阵盘，另一只手中掐动法诀，口中几声难明的咒语声脱口而出。手中阵盘上白色灵光闪动不停，随后放射出丝丝的五色霞光，艳丽异常。好，果然已经布置好了阵盘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召集其他修士，请他们修复此法阵。布下了这阵盘之后，最起码不用担心魔气会骤然爆发。韩道友此趟功德不小啊。那既然此件事情已了，韩某就先行告辞，在下还有一些重要之事要处理，这些宝物就还给三位道友。韩立将那4件退魔之宝一一抛给了三人，口中平静异常。听了韩立这话，接过宝物的魏无涯三人不禁互望了一眼。韩道友何必如此心急？不如在我们麒麟岛多待2日，再走也不迟了。多谢这杨兄美意，只是韩某的确有要事在身，无法耽搁。既然韩兄真有要事去办，我三人就不必多挽留。道友一路走好。那在下就告辞了。韩立平静地告别三人，分别地拱了拱手，就不再多言，身上青光大放，化为一道刺目惊鸿，破空远去。